乌军几天前的无人机袭击彻底将俄军打怂了，他们脑洞大开的想通过在战机机身机翼覆盖轮胎来防御乌军导弹和无人机，这样做真的有用吗？据美国多颗光学卫星图像显示，在距离乌克兰边境500公里外的俄罗斯恩格斯2空军基地，至少有5架图95 MS 和3架图160战略轰炸机采用了新的防御手段。俄军破天荒地在其机身和机翼上方摆满了轮胎，而且各有特点。几架图95 MS 机身上的轮胎是沿着机翼向两边延伸到接近翼尖的部分，而图160机背上的轮胎则主要集中在中央翼盒和翼套部分。有专家分析称，这是俄军被乌军导弹、无人机等远程武器炸怕了，想出的临时保护措施，试图保护自家空军基地里的战机。俄军是怎么被炸怂了呢？恩格斯2空军基地据了解，其内部署了大量图95 MS、图22 MS、图160战略轰炸机，是俄军日常执行轰炸乌克兰境内目标任务的主要输出据点，所以该基地也是乌军除之而后快的目标。去年，乌军就将老式图141改装为自杀式无人机，对恩格斯机场和加基列夫空军基地发动了袭击，当时就造成地面3人死亡，多人受伤，一辆油罐车被炸起火，最终确认至少摧毁了2架图95 MS 和1架图22 M3战略轰炸机。这时俄军还不以为意，认为只是偶然事件，自家这些基地的防空没有漏洞。但在之后的俄乌新闻中，时不时就会传出俄罗斯境内某个机场、某个基地被空袭等消息。尤其是今年8月底、9月初的那几场无人机空袭，是彻底将俄军打怂了。据统计，这几次空袭，俄军至少损失了4架苏30、1架米格29和4架伊尔76运输机。若从去年2月计算，乌军袭击俄军机场，总计已经摧毁俄军27架各型飞机，损失是相当严重的。其中又以战略轰炸机损失最不能让俄罗斯接受，这是因为从账面上看，虽然俄空天军依然装备有约134架战略轰炸机，但实际上还能作战的寥寥无几。像图22 M3能飞的只有20多架，其余的几十架都是器官捐献者。图95 MS 呢，顶多也只有30多架还能够执行作战任务。图160虽然保存的最好，全部都能执行任务，但其总数奈何只有10余架。总计俄军还有60到70架能够执行战略轰炸任务，只相当于美军的大约1/3而已。所以为了有效保护自己仅有的宝贝疙瘩，俄军就采用了轮胎防护的土办法。那轮胎防护会有效果吗？首先我们要明白，乌克兰无人机能够远程空袭俄罗斯本土纵深地区的空军基地，靠的是什么？没错，是情报，非常准确的情报。其中要包括有俄空军基地内部飞机的停放位置、数量等信息。但显然，乌军是没有能力去获取这些情报，只能依靠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军用卫星和商业卫星提供图像。而其中对乌军帮助最大的，应该就是全天候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卫星拍摄的高精度照片。不过这次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在对恩格斯2空军基地进行侦察时发现，基地内的图95 MS 和图160的雷达图像发生了很大变化。按照美方的说法，就是卫星雷达捕获到的信号反射特征与已知的图95 MS 和图160几何形状及材料成分图像不匹配。从美方公布的卫星雷达成像图来看，图95 MS 只能显示出机翼和机背部分，而图160则只能看到中央翼盒和翼套部分。最开始，美方认为俄军是不是搞出了新式反雷达伪装措施，来干扰合成孔径雷达的侦察。越想越担心的美方，连忙调来了光学侦察卫星，这才发现是虚惊一场，是俄军在机身上放置的轮胎干扰了合成孔径雷达卫星的成像。说到这儿，大家想必也明白了，俄军在轰炸机上铺设轮胎，正是为了迷惑美方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但最终没能瞒过光学侦察卫星的高精度拍摄照片。那么问题来了，平时随处可见的轮胎是怎么干扰合成孔径雷达成像的呢？合成孔径雷达的成像原理是通过发射电磁脉冲和接收目标回波之间的时间差测定距离，
其分辨率与脉冲宽度或脉冲持续时间有关，脉宽越窄，分辨率越高。而现代的汽车轮胎也好，飞机的航空轮胎也好，内部都有金属丝内衬，虽能保证轮胎的强度，但在合成孔径雷达面前，这些复杂的金属丝就成了天然的角反射器。一大堆轮胎摆在机身背部，可以形成强烈的雷达回波，从而破坏合成孔径雷达对飞机本体成像的能力，最终达成干扰的目的。当然，轮胎虽然能干扰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但是对光学卫星还是无能为力。俄军目前十分缺少能够容纳图95MS 和图160这样的大型机库或机棚，因此只要停放在露天停机坪上，就免不了被光学侦察卫星捕捉到，最终将情报传递给乌军，对其进行远程打击。不过，光学卫星受天气影响比较大，无法全天候侦察，因此俄军用轮胎欺骗全天候侦察的合成孔径雷达卫星也算聊胜于无了。而除了欺骗卫星以外，客观来看，这些轮胎对干扰导弹导引头的图像识别能力有一定的作用，甚至对无人机还有一些防弹作用。首先是导弹，前不久乌克兰不是宣布将海王星反舰导弹改装为对地巡航导弹了吗？其射程达到了400公里。据说如果减轻弹头重量，海王星的射程还可以提高到500公里以上。如此一来，恩格斯2基地就落入了乌克兰导弹的打击范围内。按照乌克兰方面的说法，海王星导弹在飞行中段采用的是 GPS 制导，末段采用红外成像制导和图像匹配搜索，以准确击中预设的目标。而俄军铺设的这些轮胎，就是想减少轰炸机的红外信号特征和干扰巡航导弹的自动图像匹配系统，以此来避免遭受海王星导弹的打击。在无人机方面，前不久，俄军的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的空军基地先后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打击。这两个基地都位于俄罗斯的西北部地区，距离边境线的距离超过了500公里。由此可见，乌军无人机对俄军纵深机场的威胁比海王星导弹还要大。尤其是澳大利亚援助的纸飞机，这是一种简易的自主型无人机。该机发射后能够自动寻找目标，不需要有人远程操控，具备很高的使用灵活性。但也正是由于其能够依靠光学设备自主分辨目标，所以该机的智能化程度不如有人操作的无人机。所以俄军才想着通过再铺设堆叠轮胎来改变轰炸机的光学外观，以此来干扰纸飞机的光学观瞄系统。另外，橡胶轮胎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防弹能力，对于破坏力不大的自杀无人机，堆叠几层轮胎挡一挡爆炸破片，对机身的破坏也挺好。总的来说，俄军为了保护战机，甭管方法有用没用，用处有多大，只要是能使的，全都往轰炸机身上套。而轮胎防护战术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仍然是非常笨的办法，效果有限，属于心理上的安慰。而类似的土办法，俄军还有过其他的尝试，例如连接克里米亚半岛和俄罗斯本土的刻赤大桥，经常遭到过乌克兰无人艇的攻击。为了保障大桥的安全，俄军直接在刻赤海峡的入口凿沉了5艘货船，然后用铁链把这些船只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一道巨大的拦阻网，用于拦截乌克兰的无人艇。大家是不是好奇乌军为什么要拼命袭击俄境内机场吗？之前我们说是为了报复俄军的空袭，要将战线放到俄罗斯境内，但后来火力军发现乌军具备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的武器越来越多了，包括射程达1000公里由老式图141无人机改装而来的自杀式无人机，射程300公里由 S-200防空导弹改装成的战术导弹，射程500公里的有隼，以及射程2000公里的风正导弹等等。乌军加大对俄罗斯境内的打击力度，恐怕是想迫使俄罗斯减少对乌克兰本土的无人机导弹袭击。尤其是当乌克兰的导弹足以覆盖这些地区的俄军机场后，乌克兰的防空压力就会大大缓解，进而为迎接 F-16的到来打下基础。要知道，北约援助乌克兰大量有人作战飞机已经是一个公开的消息，其中有以 F-16最引人关注。目前，乌克兰已经在为接收 F-16这样的战机做准备，如在国内修建相关的跑道，但俄罗斯肯定不会看着乌克兰拿到这样的装备。俄罗斯肯定是希望这些飞机要么没机场降落，要么一落到机场上就把它打掉。所以接下来，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乌克兰，可能都要加大破坏对方机场和加强自身机场防空的力度。
在破坏机场方面，双方大概率都会选择使用钻地弹。钻地弹大致可分为反跑道、反地面掩体和反地下坚固设施3种类型，一般由载体和亲撤战斗部组成。载体一般为巡航导弹弹体、航空炸弹弹体及火箭等，而亲撤战斗部则由内亲撤弹头、高爆装药和引信组成，采用破片杀伤方式。亲撤战斗部一般采用大长径比，因武器携带能力限制，其直径一般不超过50厘米。此外，为进行精确打击，导弹上还会装有控制导引机构，所以俄乌双方用钻地弹攻击对方的机场跑道再合适不过了。在机场防空上方，除了抵御导弹的防空系统外，俄乌双方都需要更全面的综合对抗手段，比如在重要的基地附近设置卫星干扰系统，按照回访周期对部分过顶卫星进行针对性干扰；又比如在空军基地外围设置无人机干扰站，对无人机的 GPS 导航系统、图像回传天线进行干扰和压制，避免无人机飞进机场等。而除了即将到来的 F-16外，北约各国还支援了各类苏制战机。乌克兰看到后是又喜又忧，喜的是有飞机开了，忧的是后勤保障怎么办。由于战机的库存长期低迷，乌克兰空军的后勤能力一直在萎靡，尤其是零部件的更换保养简直要命，因为苏制战机的关键零件来自于俄罗斯。显然俄罗斯是不可能卖给自己的，但好在俄罗斯境内二道贩子不少，乌克兰苏制战机的这些年使用的零部件早同他们搞到手了。据报道，俄罗斯安全部门近期捣毁一个盗窃团伙，现场缴获100多个军用零部件，以及11.7万美元和5.9万欧元的现金。什么样的盗窃团伙居然要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亲自动手呢？原来，这个盗窃团伙专门窃取俄军作战直升机和飞机上的零件，并将这些零部件走私到了乌克兰，用以维修乌克兰的军机，为乌克兰军队的战斗力提供巨大的优势。所以，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门才会亲自出手。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战机的零部件是如何盗窃成功的？很显然，俄罗斯后勤部门已经烂透了，其军队内部肯定有人帮忙，不然无法解释他们是如何越过守备森严的军事基地，又是如何找到需要的战斗机零件的。自俄乌战争开始后，其实不断有新闻爆料俄军内部的贪腐问题，如有人为了不当兵贿赂了当地征兵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是贿赂医生给自己的体检出不合格报告。但俄军内部最大的蛀虫还是来自于俄军队的高层，比如购买劣质武器拿回扣的海事部门负责人沃尔科夫，贪污金额达到4亿卢布；还有军区副司令瓦迪姆少将，同样是拿装备回扣，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据统计，仅2022年1年时间，俄军内部就查出了8000多件贪污案件，涉案官员达到了7.2万人。这样的俄军部队凭什么能赢？还是早点投降算了。好了，关于俄军的轮胎、货船防御战术，俄乌双方接下来的攻防战，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